认识多少年了？交往半年。交往才半年哈。嗯。看那个小片我就有很多事儿，我就想问问你哈，是真的不敢接快递吗？不是不敢接快递啊，这其中有一点事儿。完了，我想把自己的这个隐私的家庭住址隐藏一下，我不想把以前的那些个事儿再翻出来，再去重复一遍了。没搞清楚你这段话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就是把我之前遇到的这些事儿，我先说一下吧。啊，以前的女友，我俩当时处的挺好，但是后期呢，就是，哎呀，她每天都是黏着我，当时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提出分手了。分手了以后，他家人也来找过我，还要我俩继续在一块儿，但是我这不已经下定决心，我就不想和他处了嘛。完了之后，他哥就是半夜给我打个电话啊，要不然就找几个人过来啊，咋地的，对我特别不友好。然后我这是哎呀，好长时间了，我终于把这电话也换了，完了住址也换了，我就是想隐藏一下自己，再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的生活，所以我才这么小心谨慎呢。这个事儿呢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能理解，但是你不敢开车是为什么呢？你会开车吗？先说。这个怎么说呢？驾驶证下来8年了，没扣过分儿。啊，就没开过呗？开过，但是就是很少。国家无时无刻都在提倡这个绿色出行，完了之后你说，哎呀，这个满大街都是车呀，那你就像我今天刚去献完血，对不对？我满腔热血，我这血我就不断的生长，那你说我留着它也没有用，完对我自己身体还好，那你说我不做点贡献吗？啊，那你这车是一样的道理，那你说我能不行的，我尽量不行呗。这个人家不是不敢开呀。既然有车，你说干嘛不开？他的车就停在车库里。那你开呗。啊，我开行。你知道他那车什么样吗？他的车后座堆的都是纸壳箱子，什么矿泉水瓶，就没用的东西。我不想把我的多余体力浪费在上后备箱里，他求点纸啊，求瓶水啊，会手我就拿我就喝了，这多好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就害怕后面藏人，强词夺理。我不是怕，我就是懒。这我们都理解，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习惯。那你为什么不公开跟姑娘的恋情呢？我没不公开啊。我们俩都交往半年了，然后就是现在不都微信呢、QQ 空间里传照片，从来我俩拍的照片他都不往网上传。你说我俩不能说七老八十了吧，但是也不是非主流，也不是90后。你说我整那么些甜蜜照，我晒给谁看呢？你说我就自己过得好就完事了呗。那他那些朋友啊、亲戚认识你吗？那不认识。为什么不把你跟他恋爱这个消息告诉你的亲戚朋友？他也没提呀，他提那我就领回去呗。那你再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晚上关机？那你说我已经忙了一天了，非常累，关一下机，那我就想好好睡一觉。关机也行，他家电话也拔了。你说真半夜我有什么事儿，我根本都找不着他。那回我半夜就肚子疼，然后就联系不上他。后来我找的我们女同事跟我去的医院。姑娘，你今天来是为了什么呀？我就觉得他这种性格，我跟他越来越合不来。他这个生活细节什么的，这种小心谨慎，真太过了。那你今天带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就觉得他不是不想让大家公开吗？我就想让他公开，他不就害怕这个吗？你到底担心什么？能跟我分享一下吗？我就不想再把那个就是我刚才说以前的那些事儿，我就不想再重复一遍了。你跟你的前女友谈了多久恋爱？2年。分手的原因是？就别说是处对象了，那你就说是俩人结婚了，那不都得有自己的工作，都得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吗？不来上班，那你说那咋养活家呀？对不对？那他整个就是一个呀，那你就是陪着我，啥也不用干了。就是他的眼里只有你，对，他的所有生活全是你，对，就因为这个分手的。分得顺利吗？不顺利，非常不顺利，寻死觅活的，又绝食，完了，然后呢，他哥就是，他是真绝食还是假绝食？那肯定是假的，我太了解他那人了。他哥特别相信他，以为他妹妹哎呀真能自杀，真能绝食，完了就过来恐吓我，不跟他妹处，就要给我就扔沟里去，那架势。扔到沟里了吗？没扔沟里，但是比扔沟还惨，好几个人就直接就堵在我以前的那个我住的那个楼栋里，我就直接我就五体投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报了，已经处理完了。对方的哥哥还找过你麻烦吗？因为我现在我已经换住址了嘛，他找不着我了。现在等于1年多时间过去了哈。这女生没再纠缠过你吧？没有，因为都联系不上了。我主要就害怕再联系上，那我这一天我就不用消停了。
这事儿你都知道吗？我大概听他都说过，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这事儿还在他心里。车不开的真实原因是什么？就是我想为这国家做出一点贡献，那就把车卖了吧。他思想境界太高，太伟大了。这是不同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哈，还想处吗，姑娘？不太想，我觉得他这样很难改。我为什么我就是想小心一点呢？我主要就是想保护他，我想给他一种安全感。我不想就是说让他在其中再受到什么伤害。但我一点没感觉到安全感。他晚上睡觉还开灯睡。我想解释一下，我小前就是也挺有能力的，就是我半夜起来起炕，我上厕所，两岁多2岁半吧，就不用人把。有一次我这大半夜我起来，我说把尿罐给踢翻了，我妈就说不行，开着灯吧，完了让他能看着点，完了。我就一直这样似的开着灯睡觉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你那个这面床头放个大玩具熊是干嘛呀？他天天都搂着玩具熊睡觉。抱枕头睡觉，那你说你还问不问了？那玩具熊，咱说不就比枕头多点那个毛？没听说过这么大的男的，然后还搂熊睡觉，跟个3岁小女孩似的。哎呀，咱就别老说这熊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那你解释一下熊的事儿吧。就挺可爱的，毛茸茸的。你说我也没啥搂的，我也没有枕头，我就一个枕头，没啥抱的，顺手就拿过来就搂着了。这你受不了是吧？还有什么呀？这些还不够多吗？行，小伙子给出的这些在姑娘看来很怪异的想法或者生活方式，小伙子都推到了前女友的身上。老师们是怎么看的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1年遭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我一直试图理解你，就是那回上一回恋爱遭了蛇咬了，但是就算咬得再狠，也不应该把现在这个恋爱当井绳。不是老师，我刚才我说了，我说其实以前那些事儿我已经忘了，我只不过就是想表示出我自己，想给他一份那个安全感，完了之后才小心翼翼的做事儿。安全感绝不是自己不敢开车，怕被人勒死，让自己女朋友去开。安全感也不是说不让他接近你的生活圈子。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一种方式。有过一些极端遭遇，这我可以理解。但是不管将来你谈几段恋爱，还是就这段就行了，你总得迈出那一步吧，你总得翻过这道坎儿吧。但我现在看你没有翻过去，前女友和他哥哥给你造成这个影响，你没有翻过去。男人可以不那么高，不那么帅，不那么能说，但是不能不勇敢。这是一个男子汉必备的优点。如果你在你的爱人眼中是一个不勇敢的男人的话，他怎么把他自己托付给你？你怎么顶天立地做一个男人呢？你解释了那么多借口，在我看来，你还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因为你没有翻过前面那道心理的障碍。如果像你所说，你没有犯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，怎么就不能面对那个女孩呢？也许半年她好多了，也许她不是非你不嫁，也许不再寻死觅活了。如果你自己不挺起胸膛，勇敢地面对这道坎的话，你永远就活在那个阴影下，永远谨小慎微。那你怎么办？每个人心中都有坎，有的时候小时候是生活阴影，有的是长大以后碰到的挫折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自己得战胜它，要不然你一辈子都是他的奴隶。欠揍的男人不值得爱。我觉得这男嘉宾啊很有性格，谨慎一些吧是好事儿，但是过于小心谨慎就是有点病态了，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好。当然你身上有很多优点，刚才他一说我记住了。你看你献血去，这是非常好哈。但是你要吸取教训，就是说你前边那一段恋情完了之后哈，你应该是把它从那个当中跳出来。就像刚才那个马丁说，你是个男子汉，你怕什么？咱没事不惹事儿，有事儿咱不怕事儿，咱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了，我就不怕了。我再说说这个女孩子，如果你要真爱她，你就都接纳她，就别光看她的缺点。你看她还能去献血，还能想到环保，发现她身上闪光的东西。另外，你理解她，她也是受过这前边那一次。是我一开始挺理解，你要理解她。我给她这段时间，她还是这样，所以我真受不了了。你不是才认识6个月吗？还可以再磨合、再观察吗？实在不行再那什么，还是要给机会的。这小伙子是一好人，但是够得上够不上好男人，我现在画一个问号。为什么呢？咱把那好字去掉，这个男人怎么解释？第一点，有担当。你没有，你不敢去对以前可能是错误的一段恋情去担当，你选择的是逃避。
而对现在这个女友呢，你们俩之间爱情，你也不敢去担当，因为你让她委屈了，你不去向所有人大胆地说出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不敢。我们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你不敢，所以你委屈到你的爱人。看看你所说的这些事情，我们感觉你用的方式、处理问题的方法都是在逃避。前段恋情，你选择逃避的方式结束。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当时你就应该响当当的。明确的说出来，我不爱你，我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合适，我们分手。你的态度是坚决的，但你选择的是逃避，逃避本身就是一种懦弱的一个显示，就是一种自己还有内疚，可能你有负罪感的一种行为。你这样不能响当当的去担当给你现在女朋友，就是一种没有希望，对不对？都不知道你之前你做过了什么，你真是做了对不起那个女朋友的事情，还是她对不起你？总之，你现在没有给他一种你是一个男人的这种感觉，所以他哪敢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你呢？就好比如你现在要开着灯睡觉，可能现在2、3岁左右的小朋友可能都会开着灯，你长到现在你这么大了，你还是要开灯，又是一种逃避自己的成长。每一个人有阶段都会有特殊的一个状况，但是改变，你不改变，你不求改变，你总是一种逃避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事情，包括不敢开车。你不敢挑战自己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如何从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，就是一定要打破现在自己的这份安宁，不让现在自己不舒服了，你是无法成长的。要想谈一份恋爱，先让自己成长起来，真正的一个男人，然后再去做出男人应该做出那些事情，才能把握好这份到手的幸福。谢谢徐老师啊。小伙子，你现在如果把你前女友和他哥叫到你面前，你敢面对吗？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他本身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，就是一种面对了。对，我想你的那个前女友和他的哥哥一定都会看到的。不妨我们就在这个镜头面前跟他们说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我跟你妹妹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咱也不说是因为什么了吧，反正就是现在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感情真的已经没有了。反正希望你们能原谅我吧，就算都是我的错。话说的不够坚决，不过还是有进步。但是能够在这儿面对，并不代表他那些阴影和习惯在生活当中就戛然而止了。有些习惯依旧会持续的保留，因此你要建立某种信念。《亮剑》当中的李云龙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你可以用来自勉。这句话是这样的：老子不是因为这一辈子总有一天会死而活着的。对自己说一遍。老子不会因为这一辈子因为有一天会死而活着的。这句话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有一个男生高2的时候得了比较轻微的抑郁症，非常的困扰，所以他就时常和自己的同桌一个女性去寻求安慰诉苦。这个女同学呢也一如既往的给他某一种安慰关心，直到在高2下学期的时候，那个女孩自杀了。后来这个男生才知道，这个女生原来有比他更严重的抑郁症，这是他一直以来不知道。这个女生用她的温暖和阳光来安慰他，自己到病情越来越重。所以这个男生自此以后再也不敢向别人诉说自己的烦恼痛苦，抑郁症越来越严重。直到在后来他们班上又来了一位侗族的女孩子，有一次她摔伤了，鼻子是摔伤了，在那个塞纱布的时候她很疼，这女生在旁边唱了一首侗族的少数民族的歌曲，虽然听不懂，但她突然之间感觉好像有一种阳光沐浴到了自己的内心深处。他们俩相爱了，直到现在两个人还非常好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其实恐惧一部分是来源于无知，还来源于一部分是因为心中没有爱。有爱，男人就一定会勇敢起来。如果这份爱还不足以让你来勇敢地承担你该承担的责任，那我想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说呢？你的某一些坏习惯，我相信从明天开始会依然延续。
但我相信，如果你时常的想着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句话，老子不是因为这辈子总有一天要死而活着的，更何况我还有一个给我爱的爱人。我相信你这些情况会越来越轻微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恭喜你走向成熟。就这样。涂老师教你说的那句话，你自己想能不能做到？因为说很容易，做能不能做到？哪些是要克服的？你心底最深处的心结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也不问你了，你自己想。你爱他吗？你告诉我。爱。真爱他吗？真的。好吧，这个问题就足够了。他以后也许跟你结婚了，他一辈子还抱着熊睡，这点你能接受吗？不能，男人吧就应该有个男子汉的样儿。东北老爷们儿有你这样的吗？别被表象蒙住了眼，姑娘。一个男人抱不抱熊睡觉和他是不是个男人不能划等号。没有人规定说只有女生能抱玩具熊，男生不可以吗？你毕竟还没有跟他生活在一起，真实的去了解。小伙子，老师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能不能真的改变？你心里是最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决定肯定是要你们自己来做，把你想说的话认认真真的说给他听。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怎么说呢？老躲着，但是不可能让你一瞬间真的改变。来，交换箱子去吧，两位。请回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面对这样一对恋人，你们看好他们未来的情感走向吗？看好请选赞成，不看好请选反对。各位请选择。现场共有64.71%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，还有35.29%的观众朋友对这段感情不是那么的看好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不在于你是不是长得像个爷们儿，不在于是不是你的行为方式像一个爷们儿，而是在你的内心有没有男人担当的那一面。那么当这一对恋人打开彼此那个秘密箱的时候，这个秘密会给他们情感带来怎样的影响和走向呢？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这个现场接近36%的观众朋友觉得不太看好这段感情。